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王毅讲话看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非常激烈的冲突啊，那么现在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就是美国大选之后的一个阶段啊。那我们要开始重新的审视中美关系现在所处的状况，和他们中间发生的一些变化和变量啊，所以我最近会持续的关注这个点啊，为什么？因为中美是世界上2个最大的国家，那么这2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整个世界啊，所以影响非常大。这是一个我们节目关注的重点啊。我先来讲新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月11号出席一个研讨会啊，他说要重建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啊。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已经来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总结2国建交以来互利合作的经验，反思近几年2国关系陷入低谷的教训，重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他提3个建议啊。第一，首先是重开对话啊，沟通对话是正确理解彼此战略意图和内外政策有效途径。中方愿意同美方开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平等对话，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力争求同存异，妥善管控分歧。这第一。第二，重启合作。互利合作是2国关系压舱石和推进器。当前双方应就抗疫展开协调合作，共同战胜疫情，同时也有责任就全球经济、气候变化、反恐、网络等重大议题加强沟通，努力为全球和平稳定以及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第三，重建互信。互信是2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前提，而信任要建立在客观和理性的基础上。美方应端正对华战略认知，不把中国视为威胁，以积极和建设性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啊。那么他这里就开始啊，他说今年中美关系经历建交40多年来最严峻的局面。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出于一己私利和政治偏见，对中国进行不择手段的造谣抹黑，毫无理智的打压制裁，甚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企图把世界推入新冷战的深渊。美方这些人的倒行逆施该收场了，如果执迷不悟，不仅将损害美国自身的信誉，危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也终将被世人和历史所唾弃。然后他说中美关系呈现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成为多边和单边进步与倒退、公道与强权之间的较量和选择啊。那么讲了一堆啊，那我不多再说了啊。然后呢，我再给大家念一段，就是拍马屁的啊，拍习近平马屁啊。习近平主席以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啊，以云外交等创新方式密集展开元首外交，为全球抗疫凝聚共识，为中国外交指引方向啊。这个马屁拍得非常响。外交战线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以团结抗疫为主线，迎难而上，主动应变，为国家担当，为世界尽责，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病毒和国际政治病毒，为捍卫国家利益、维护全球稳定做出新的贡献。好，其他的我就不说了。还有一个，他讲2021年啊，那么中国外交的方向啊，大国外交啊，第一，全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二，助力世界经济复苏；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四，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地区合作；五，主动参与国际全球治理变革；六，不断促进各国的相互理解；
7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除了命运共同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外，可以看到2021年中国的外交方向还是2个主要方向，一个战略方向当然是美国，另外一个战略方向就是俄罗斯。俄罗斯还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进入分析一下王毅这个讲话什么意思这里面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3个方向的意图当然我们不仅仅局限于王毅讲话本身也基于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方面包括王毅本人不断的在发出信息第一个中国预期中美关系有重启的需要和可能，这是第一个判断就是说如果拜登团队上台那么预期中美关系有重启的可能和需要这是第一个，这当然很重要这个前提很重要。第二个，即使拜登上台中美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方面在这个方面已经有调整已经有调整的了。你可以从这个王毅的后面那段话就是说美国有一些人出于一己私利破坏中美关系等等，从这个话你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国已经开始预期就算是拜登上台了，中美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对于中国来说未来的发展，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应该会有更严峻的就是方向，就是整体的方向会越来越严峻就算是拜登上台，中美关系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内循环这个战略方向估计不会变这是3个主要的我们可以得出信息也就是说用大白话来讲就是中国方面已经开始面对现实就是说不再对拜登政府抱有过高的期望就是期望值开始下降。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对中国方面有一些改善，就是川普政府时常发生的这种突发性的这个政策的暴雷就会减少，就是川普政府突然有一些政策暴雷你不知道他会第二天会出个什么样的政策出来，这个可能性会减少，但是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那么为什么？这里面肯定有一些逻辑上的判断这个判断的逻辑是什么？这判断的逻辑呢，可以从拜登团队表达出来的这个政策方向可以看出来。那么其实有一段就是上个星期吧，拜登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纽约时报》的这个专栏作家费里德曼他采访了这个拜登拜登讲了一番话，然后呢，弗里德曼呢把这个拜登的对华政策做了一些总结。这个总结呢，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那么当时我们没有时间去做这个总结，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拿来讲，它可以回应什么呢？回应王毅讲话的内容，它到底的依据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拜登的团队他们的对华政策的框架是怎样？现在其实慢慢的有一些样子出来。那我看到的情况大概是这样，我也是把费里德曼的这个采访总结一下简化一下把它变得相对来说容易理解。费里德曼将拜登的对华政策概括成4个字，叫谨慎制衡谨慎制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遏制竞争加合作
啊。那么它大概是这样啊，和川普政府相比，川普政府只有两样，第一个叫遏制，第二个叫围堵啊，这是川普政府的态度。所以为什么王毅说要重启啊？重启中美关系，他第一条讲的是要重开对话。重开对话什么意思？就中美关系现在你看哈，美国驻华大使已经回来了，回来不干了，我已经辞职了。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派驻华大使去，所以美国驻华使馆里面只有个临时代办，也就是说，美国对华关系降级了，这是一维啊。第二维，美国的国务院已经不接这个中国外交部的电话啊，双方只是发传真啊，大家你说一下你的，我说一下我的啊，有什么大家传真联系啊，大概就是所以他们中美之间已经没有对话机制或者对话管道，所以现在是一个所以为什么王毅说要重开对话？重开对话其实是反映中美关系的现状。所以呢，拜登是什么？拜登是遏制竞争加合作啊，那么川普是遏制加围堵。那么川普之前的历届政府是什么？是接触加遏制，但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但是到后面就遏制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呢，拜登政府的策略有两条，就是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啊。它分为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对立对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竞争限制啊，这是第二。第三，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核扩散和人文交流上有限合作啊。这三条大概就是拜登政府未来4年的对华关系的思路和轮廓啊，这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轮廓，就是分三个层次啊，对抗对立、意识形态和军事，或者我们叫地缘政治啊。第二个，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竞争限制啊，和你竞争主要是我要发展，然后但是我同时限制你啊，这是第二。第三，在需要合作的，比如说气候啊、疫情啊、核扩散啊、人文交流等层面啊，进行有限的合作啊。这个看法和我之前讲的，我之前有个节目，大家可以回头看啊，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给美国新总统的政策建议，大概是这个方向啊，大概是这个方向，我们有一点共同点啊。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领域啊，我们可以解释啊。第一个，如果中美之间只有什么呢？只有意识形态的对抗呢？那么中美之间的中美关系不会坏到这个地步啊？为什么？因为美国不会用这么大的力度来对付中共，这是一条。为什么？因为这有两件事情，其实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这种政治制度的对抗啊，这是一个层面的对抗。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中国的崛起，这两个东西同时在发生的时候，才会导致中美之间的这么激烈的对抗，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川普政府的各项政策，其实是反映了这两个层面的同时发生的一个对抗原因啊。那么从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更多的其实所谓的地缘政治对抗，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军事手段啊。但是我们在判断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的维度去分析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啊，经济啊，或者是经济实力啊，或者是这个文化和科技。
我们要从更多的维度去分析，你才可以看到更全面的理解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啊？那么过去40年，中国崛起最重要的结果是什么？中国过去40年中国的崛起，其实伴随着2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在经济，中美之间在经济、在科技、在产业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这是一个结果。另外一个结果，中共它有了经济实力之后，它更强烈的、更明确的去推动它的全球战略，而这个全球战略对美国产生了威胁。这2件事情同时发生啊。那么川普政府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两件事情的同时存在，他决定川普总统的态度是什么？我釜底抽薪。釜底抽薪是什么？我就是叫这个脱钩啊。所以川普政府的主要的战略或者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脱钩，资本脱钩、科技脱钩、经济脱钩、金融脱钩，各个层面进行脱钩，通过脱钩来让这个2个经济体，让2个国家的这个融合的程度减少，或者慢慢的离开。离开之后，那你就可以随便怎么打。这是川普总统的整体的态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脱钩战略有2个问题啊。你可以从过去1年时间的这个中美关系的变化，你可以看到，脱钩战略遇到2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脱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不是说我今天脱明天就够，今天要脱明天就脱钩了，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它深度融合的过程，它需要很漫长的过程，否则你一刀切下去，鲜血淋漓，自己也是鲜血淋漓。这杀敌1000，自损800，这划不来，这个仗不能这么打。所以第一个问题，脱钩的进程没那么顺利，这第一个。第二个，脱钩的效果没那么好。如果只有美国一个国家的话，美国一定是需要盟友，就是说，就算你采取脱钩战略，你也必须联合你的盟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只有通过和盟友的合作，脱钩战略才能奏效，否则的话，你撤出来，你的盟友就跑去了，填补你的空白。结果的后果是什么？后果你付出了代价，但是是零效果。你比如说，你让美商从中国撤出来，要撤大家一起撤。如果只有美商往外撤的话，你比如美国的汽车厂说我不干了，我从中国市场撤离啊，这个叫什么？通用，美国通用说我走了，大众高兴了，大众把这个市场一下子给填补了，那你的脱钩战略就没有意义。所以你必须跟你的盟友一起合作。而你要跟你的盟友合作，你要改变什么？改变美国的对外战略。这里面就有一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拜登团队的对外政策的逻辑啊。我们就讲讲它的逻辑是什么。总共有4点。第一点，美国必须利用权力杠杆来制衡中国，否则是事倍功半。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只用自己的力量去和中国抗衡，第一，代价很大；第二，效果不好；第三个，浪费资源。美国本来就是全球领袖，它有最广泛的盟友，全世界盟友最多的国家是谁？就是美国。美国非常大的，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战略力量，就是你的盟友。所以美国应该什么？必须用权力杠杆。什么叫权力杠杆？就是我联合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权力杠杆。用杠杆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逻辑啊。第二个，如果你要用权力杠杆，美国就必须保持全球的领导力，保持全球的领导力，你就不能够退群，不能退群，你就不能有孤立主义的倾向，你不能退群，不能有孤立主义倾向，你才能取得领导地位，否则你怎么会有领导地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美国要推动和盟友的合作，你必须取得盟友的信任，你取得盟友的信任，你才能够展开国际合作，其中也包括中国。为什么？因为当你进入国际社会的时候，那有很多国际事务，你在国际事务你必须表现出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这种风范，你才能获得大家的信任，其中包括你的盟友。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你必须符合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政治伦理。你不能说我这件事情我只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其他事情其他人的想法我不管，那不行啊，你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在这个国际合作的过程当中，其中你就要和中国合作，这就是和中国合作，是你在国际社会当中获得领导地位，获得盟国信任，获得整个国际社会认可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的逻辑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你从这个川普这个政府的这个拜登团队的对外政策的逻辑，你就可以看出来，王毅的讲话其实就是针对这个逻辑发言的。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拜登团队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所以王毅就有那番讲话。这两番讲话是呼应的，你可以看出来这是呼应的。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两件事情可以分析啊，可以得出一个我们虽然不是非常确定，但是可以推测到的一个方向，就是拜登如果拜登上台，中美关系会重启啊，会重启，在某种程度上重启啊。但是这个重启是什么情况？这个重启肯定是有限度的重启啊。拜登政府不会把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全部抹掉，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策框架，不会。拜登政府应该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基本上保持原有的政策框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他不要的那部分去掉，不要的部分并不是对中国妥协的部分啊，就是说他不要的部分大概是要保持他的对外与他整体对外战略相冲突的部分，他把它去掉。如果没有冲突，保留。所以呢，如果拜登上台的话，那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会重启，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会建立正常的沟通啊，那么美国驻华大使也会去上任啊，会变成一个正常的两国关系，但是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方向不会改变。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之前讲的华盛顿共识仍然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背景和政策方向，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全面、完整、确定的去判断啊，这个拜登政府的未来的对华政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行动和表态
来看出它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呢，大体上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全景式的一个分析啊。我们希望可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不断的观察中美两国在对这个中美关系的不断的表态来看中美关系未来的趋势，好吗？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那么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我这里解释2点。第一点，请大家不要在推特上给我提问，有什么问题到这里来问。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在推特上跟大家问答，因为问答答不过来，因为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只能在推特上浏览偶尔1-2个字1-2句话这样。如果进行讨论的话，在推特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请大家不要在推特或者是在留言区跟我提问如果有问题来互动环节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这个节目是时政类的节目那么也包括财经在这个节目呢，我不是一线的记者我很多的新闻素材来自各大媒体。我有2个主要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我帮助大家选择一些我认为今天有价值的内容，我把它选下来，然后我把它组织成一个专题，里面有新闻本身，有我的组织，有我的判断和评价，所以这是一个新闻专题节目那么我不是一线的记者，因为我现在没有在任何一个新闻机构工作，但是我们是一个新闻节目所以我们的表态，我们的分析是基于一个专业的判断那么在这里呢，昨天还是前天有人在推特上问我，他说你跟法轮功有什么关系我在这里一并回答，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新的网友来参与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一个独立的媒体工作者我没有任何的背景和支持我就是以一己之力在做这个节目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我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势力、任何的资金来支持我做这个节目我自己就可以了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当然有些人有各种各样的判断我就不去解释，因为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因为也解释不了所以但是我必须在这里做出明确的声明我是一个独立的新闻工作者不受任何的政治势力，不受任何的经济势力的影响，好吗？我在这里特别声明一下好，那我们进入互动。那么我在这里也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做一些分析和预判会有对的地方，也有会错的地方新闻工作者的特点是什么？新闻工作者的特点就是我们不断的和错误做斗争就和自己的错误做斗争，就是错了我们就认错改正所以我们不存在说我经常遇到一些情况，就说你那谁谁谁你说了一个什么什么，说了一个什么东西，你看现在不对吧？是的，会错的犯错误是正常的事情，因为一定会犯错误做新闻就一定会犯错误所以我们是在追求真相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一定会犯很多错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在你犯错误的过程当中，你是追求真相的，
这是第一个，就是你的出发点。第二个，当你发现错误之后，马上更正，纠正错误，让你的读者知道前面那个是错的，这就是负责任的态度，好吗？好，明谢 Jennifer 2017，谢谢 Fat Boy， 谢谢 Tony， 谢谢王老师频道的网友水平很高，我得端正态度，加强学习，希望有一天能跟上大家的水平，请王老师吃个夹心粽子，谢谢。是的，就是我们这里有网友，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互动环节，我们的评论有很多很棒的评价评论观点所以其实评论区还是值得大家一逛啊。艾玛人，谢谢阮光能，谢谢好，观点关键问题在于，对一个满嘴都是谎言的政府，如何与之对话，还合作抗疫？王毅的话完全是给主子和墙内听的。是这样。当然我们知道王毅在外交这个场合，王毅讲的那些话是很多谎言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那是谎言，我们就把它扔掉，那我们做来干什么这就不专业了我们的专业是什么？我们知道那是谎言，我们把这谎言翻过来，看看谎言背后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找到我们想要看的东西，这才有价值，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价值所在情况，拜登任命台湾2代的戴琪作为贸易代表。戴琪过去处理对华贸易冲突的时候有经验，主要贸易对华强硬，但是我认为美国真正需要了解中共，还是要靠陆一代的反共人士，像余茂春这种人。湾一代对中共的知道都不够健全，何况湾2代。大家一定要了解，贸易谈判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尊重我们的专业所以我觉得戴琪的这个任命还是蛮有亮点蛮有亮点。第一个他中文非常的流利也就是说他非常容易获取中文的信息。如果他能够获取中文的信息，他一定会非常了解中共除非他不想认知，因为这个世界上一点都不缺乏介绍中共的内容，如果他想要的话，他一定能够得到。所以我不相信戴琪如果他作为一个这个领域的美国官员，他会不去努力掌握这方面的资讯。所以我不觉得很多美国人没办法了解的是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文化上的问题毕竟中文跟英文这2个世界对中共的介绍那是不同层面的意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讲的是文化层面。第二个，认知上的阻隔认知上的阻隔就是你用英文看英文的资料，看中文的资料完全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想知道，你想去了解中共，而且你掌握中文，这应该没有，我觉得不需要太长时间你就能够掌握8、9成不是问题吧所以这个我不觉得有这样的问题观点狄东升不断的有人在更正我说是宅，我不知道是宅吗？我同学就信这个姓但是问题是狄东升他自己讲他叫狄东升，我去纠正他吗？他不知道他自己姓什么，他愿意姓狄，你去纠正他干什么？所以大家不用再来更正我好不好？我说狄东升是尊重他自己的意愿，我也知道那个只姓独宅狄东升在欢呼雀跃拜登来了，华尔街和建制派又回来了，拜登的儿子和我们都是生意，未来肯定好多了。而国内这2天不断的宣传拜登团队的欧洲事务顾问安东尼的采访，
他说中国应被尊重，惹怒中国毫无意义。他说的不是惹怒啊，所以这里面有些关键字眼一放到中文就是另外。他说羞辱，感觉像是打配合。那个采访是很早以前的采访了啊，不是现在的采访啊。那个采访，欧洲事务顾问讲中国问题，你觉得有意义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你要看，你不能看一句话两句话，你要看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要讲的是政策。政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你的政策的框架。如果我们喊口号，可以喊，没问题。但是我们只喊口号就没意思了，你说是不是啊？如果我们这个节目天天都在跟大家喊口号，那你可以找一个喊的声音更大的，是吗？观点不同于楼上，戴琪是台湾二代，中华民国的二代，民国与共和国是对立的。台湾对共产党的敌意比美国还要多很多，特别是美籍台裔，大部分都倾向于独派，连听到中华民国4个字都反感，因为大部分都是因为受到国民党压迫移民美国的。我不知道戴琪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反正如果他会中文，我觉得他想了解中共，了解中共的内幕，至少他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对吗？你说呢？所以我不觉得他会不了解中共，而且在他的领域，在贸易领域，你要了解美国贸易代表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要了解哪些国家跟我们有贸易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他要研究所有的国家的贸易政策。贸易政策的背后是什么？贸易背后就是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背后是什么？就是政府。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很厉害的贸易代表，戴琪他是说他强硬，我觉得不正确啊。就是他有非常非常确定的政策取向，他是很清楚我该怎么做，然后我的立场在哪里，我要搞清楚你，搞清楚我们双方的这个问题所在，我才会有非常坚定的立场。戴琪的出名的地方是他的立场非常的坚定，而且他有理有据。那么这里面我就讲，你要在这个领域做好你的工作不容易的，所以我一再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尊重专业。专业是什么？专业就是深入了解，有知识。情况，拜登宣布戴琪为美国贸易代表人选，他将成为第一位亚裔的父母是中国人的美国女性贸易代表。他曾经代表美国向世贸组织就中国提出诉讼。他回忆说，我的同事父母来自印度南部的移民，我的父母来自台湾，我们举起标语并说我们代表美国提出诉讼时，我们的心里感到自豪。他是美国人。观点，国内的舆论跟墙外完全相反，因为墙外觉得没有必要理的话，墙内反而大力宣传，而墙内的思维是某个强人的讲话代表舆论走向，但墙外世界是民众舆论才是重点，所以中国社会思维一直跟墙外格格不入，包括港澳台，非常正确。定于尊嘛，国内就是定于尊嘛，那一尊才是舆论走向，国外不是啊，墙外不是啊，墙外讲的是什么？墙外讲的是大家的思维，民意讲的是民意啊。观点，我每次听到人类共同体，脑子就闪过一个类似的词，大东亚共荣圈，那不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的是什么？我想的更多的是什么？红旗插遍全球啊，跟大东亚共荣圈不一样啊。观点，中国的未来大致是3个剧本。一，重演日本失落20年，这个非常不可能，因为中国的产业实力、经济水准都比不上当年的日本，而且泡沫比当年日本大。2，
中国拉丁美洲化陷入长期停滞，与生活水准大降，这个应该是最有可能的。3. 朝鲜化，这个要看领导的脑子是不是完全要学毛泽东了。这个3个剧本可圈可点啊。情况正听上一个节目关于深圳退休金的问题，介绍一下：一，各城市的退休金都是单独结算；二，户籍没有迁入深圳又在深圳工作的人退休，是将在深圳缴的社保转移回户籍地，在户籍地办理退休。3. 前年深圳推出新的优惠政策，退休前最后10年在深圳工作，不论是否深圳户籍，都可以在深圳退休。这是全国独一份，因为深圳的退休金比较高。OK， 非常好。各个城市你讲的是广东省，对不对？如果广东省对就对了啊。提问：王老师怎么看待中国对美国制裁14名人大副委员长的回应？美国是否会因为中国这种回应进一步的反应？谢谢。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讲话有2部分，第一部分对等制裁，对等制裁就没有看到对等制裁的东西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持外交护照的人员进入香港和澳门必须签证，以前是免签证啊，现在要签证，实际上是2个回应。那么对等肯定没得对等，因为美国没有14名副委员长这样级别的，如果对等的话，那就是副议长，要么就是众议院，要么是参议院的副议长才跟副委员长对等。那么副议长没有14个，你怎么对等？所以没办法对等啊，这是第一个，而且没有措施出来啊。而且美国，我不相信美国副议长他在中国有资金或者其他的东西可以给你制裁，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仅仅是拿这个外交护照去进入香港和澳门需要签证，和美国的这个副国籍的制裁相对应的话，那就是个笑话了啊，那就是个笑话。提问：请问王先生，彭博的一名记者在中国被捕，被捕前这位记者写的稿子是关于蚂蚁集团的，这是对彭博的警告，还是对蚂蚁下手的前兆？我不知道，就是说他写的稿子是关于蚂蚁集团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去抓这名记者，我到现在对内情不了解。到底为什么要抓这名记者啊？那么不管怎么样，抓记者是一个政权蛮横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那么中国政府抓记者不是1天2天了啊，抓了好多年了啊。所以这个，当然这里面有2个问题。我今天在推特上面也是有个人说啊，这个彭博天天舔中共。你看自己记者也被抓了，是大水冲了龙皇庙吗？我觉得这种讲话非常的刻薄。我们要支援的是谁？我们要支援的是一个记者，而不是彭博社的记者。他虽然是彭博社的记者，但他首先是个记者。一个记者他在履行他的职务的时候被捕，这就是一件非常黑暗的事情。我们要声援这件事情，不管他是哪一个报社的记者。哪怕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我们也要声援他，因为他首先是个记者，除非这个记者没有履行他的职务，就是说他履行他作为记者的职务啊。大家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的记者全是写这个歌功颂德的文章，有一些人民日报的记者他也是深入一线去采访这些真相，有这样的记者啊，你们去可以查一下。所以不管什么记者，如果他在履行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职务的时候，他被政府拘捕，我们就要声援他。这就是我们讲的常识啊。那么他是不是要对蚂蚁下手？我没看出来他的这个
是不是这样啊？观点，王先生好。大选开始不久，川普很有望连任的时候，王先生就讲到过，川普的连续不断对华出击的政策，已经在为不能连任做准备了。王先生的预见简直太准。我认为，川普执政这几年虽然有很多不足，但是在不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掉头上做的努力值得赞赏。我对川普总统的一系列政策正确政策的肯定，在我们一系列的节目当中都有啊，所以没有问题啊。我觉得川普政府最重要的两项政策做得非常对。第一件事情，揭露中共的全球战略意图，这件事情是川普政府做到了。这件事情不仅影响了美国，而且影响了全世界所以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共的战略意图的了解、明白和警觉是由川普政府开始了，这第一条。第二条，川普政府启动了全面的对抗的战略这也是川普政府做的。而且川普政府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组建他的西方盟友这西方阵营对抗中国的西方阵营，他开始做这个动作但虽然这个动作做的有点晚，但是至少已经开始做了嘛。你看蓬佩奥多勤快所以这两件事情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正确，而且非常的及时观点，我在西朝鲜很想给王先生打赏，但是没有办法，王先生的思路教会了我用逻辑的方法看待事物，对自己的生活也帮助不少。感谢王先生，希望有生之年见到王先生。OK， 我们不要讲的这么悲观，我们有机会的我们有机会提问，王老师好，我一直在海外工作，现在有家香港公司邀请我去中国工作，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谢谢。网友说别去，珍爱生命，珍惜自由，命和自由都没有了，工资再高有什么意义？那这里面有两件事情你要注意在我们在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去中国工作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考虑一下这家公司是什么公司它的背景是什么，这是一个就是说它会影响什么？它会影响若干年你的发展，这是第一条一定要去了解这家公司它是干什么的，它的平台怎么样它的网际怎么样，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你打算干什么？就比如说你是说你，因为我得到的信息很少你说我一直在海外工作，那你在海外工作你的处境怎么样，你的规划怎么样你一定要有个大的 vision， 以大的 vision 为前提去判断你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当然你首先要判断这个机会到底是什么，一个这是什么样的机会，第二个你有什么样的 vision， 你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它是不是 match， 如果它 match 你就去，当然做好各种防范措施你就去，如果不 match 你就放弃它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思维情况，北方某村今天公安进村采集血样，据称将来可能全社会推广，说是为了社会安全，方便公安破案，太疯狂了吧这就太疯狂了，这超过了1984了吧采集血样为了方便破案情况翟是多音字，可以念翟也可以念狄，两个都是姓氏，最初这个字念狄，发源于北方迁居南方后亦为避祸改念翟 OK。 观点，同意王老师对戴奇的判断，能够读中文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共的面目，当然还需要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力非常正确
感谢王老师1月23日以来的陪伴，从那天起一集都没有落，每天都能学到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你的节目也成为我生活的灯塔。几个月前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现在又找到了，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你的咖啡，也希望你的工作顺利啊。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不同的境遇啊，不管什么境遇，保持心态的平和很重要啊。我不是说大家要保持心态的平和，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内心足够强大，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啊。观点理性来说，不应该把身家留在中国，因为放在其他国家，真的出事时，资金可以往外送，中国不行。所以从风险的角度来说，放在中国就是把鸡蛋放在中国，别无选择，风险非常大。观点：王先生不参与任何组织，保持独立是非常明智的。媒体人独立，不选边才是品质，才是长久存在的根基。谢谢你的忠告啊，谢谢，明谢。玉普 A， 谢谢打卡悉尼支持王所，谢谢 Renee Mac， 谢谢姥姥王，谢谢开车听讲问候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姥姥王。Helen 张，谢谢，请老师喝咖啡，谢谢王老师，谢谢。真没钱，就是因为王老师的频道不与任何单位组织有关联，才有独立性。就算没钱，我也要大力支持的原因，这是我们的频道。谢谢你的认同，也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